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别再吹他的清醒了，王一博这是在下一盘大棋。2026年1月10号，探索心境2的镜头前，主持人突然把婚姻问题扔给王一博，粉丝心里一咯噔。顶流男明星提结婚，这问题自带八卦炸药。结果王一博没躲，就一句我觉得太遥远了，然后解释工作太忙，艺人身份特殊，暂时没法考虑。全网瞬间夸爆，真实清醒，人间清醒顶流的了吧？恕我直言，你们都被这真诚的表象糊弄了。这不是一个男明星在谈私事，这是一个28岁的超级个体户在向资本市场进行一次精准的价值路演。他把婚姻问题变成了自己商业版图最性感的广告。让我来撕开这层窗户纸。首先，什么叫状态不对，无法考虑？这话术高明的让人后背发凉。想想看，2026年的王一博是什么状态？是那个录制综艺都能素颜挑战520米岩壁，在38度高温下把脚磨出水泡，爬到痛到面部扭曲也叫出声的狠人。是中国探险协会都专门发博认证的，在世界级舞台展现中国探险者坚韧的硬核玩家。同时，他还是手握着旧世街舞9导师席位，主演的电影人与私立蜀山学员代映，日程表能卷死同行的工作狂。这样一个对事业和爱好都展现出极端控制欲和征服欲的人，你告诉我他没能力、没心思考虑婚姻？别逗了，他不是无法考虑，他是把所有的考虑和计算都倾注在了比婚姻回报率更高的地方。2026年1月27日，非科官宣王一博成为全球代言人。品牌看中他什么？自信每一刻，不断突破的人生态度。一个宣称结婚太遥远的男偶像，在品牌方眼里反而成了自信和专注的最佳代言人。这讽刺吗？不，这太合理了。因为王一博这3个字早已超脱了一个普通艺人的范畴，他是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商业 IP。婚姻对于传统偶像可能是风险资产，但对于一个正在全力冲刺试图定义中国新生代硬核偶像标准的 IP 来说，是当下最不必要的负债。他要维持的正是这种无羁绊、全投入、无限可能的顶级运动员人设。这就像一家处于爆发式增长期的科技公司，绝不会选择在这个阶段进行巨额分红，而是会把每一分利润都投入研发和扩张，把故事讲到极致，把估值拉到最高。你们看到的是他在篝火边和攀岩朋友聊天的松弛感，我看到的是这种松弛感被精心编排后带来的品牌溢价。攀岩不只是爱好，那是他坚韧、挑战、小众高端的具象化标签，完美契合高端、男性、科技类品牌的调性。他对主持人说的那句艺人身份在公开活动中无法以轻松的状态出现，并非完全真实的自己，这话更妙。一方面，他完成了真诚的共情，收割一波好感；另一方面，他不动声色地抬高了真实王一博的稀缺性。你们在节目里看到的拼命和专注，还不是全部。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叙事，让他的商业价值始终留有余地和想象空间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几乎就在他说出婚姻遥远的同时，关于他职业状态的另一个重磅信息浮出水面。有眼尖的粉丝发现，2026年1月15日左右，王一博关联的官方宣传账号蓝 V 认证消失了，工作室的认证也一并失效。结合早已流传的与乐华娱乐到期不续约的传闻，一个清晰的图景出现了。
王一博正在完成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次去杠杆操作，从绑定大型经纪公司的打工人顶流，迈向真正掌控自己一切的个人工作室时代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什么最重要？绝对的掌控、清晰的路径以及零风险的公众形象。一场可能引入变量、分散精力、引发粉圈震荡的婚姻，显然与他当下的核心战略背道而驰。所以，别再天真的讨论他想不想结婚了。该讨论的是，一个顶流 IP 如何利用每一句公开言论来加固自己的护城河，提升自己的估值。他说遥远，不是在拒绝爱情，是在拥抱一个更广阔、更自主，也更值钱的未来。当别人还在为情爱八卦上头时，王一博已经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资本喊话。最后问一句，当偶像开始用 CEO 的思维经营自己，你还敢只用看瓜的心态去解读他的每一句话吗？